我是魏老板，我们到底要怎么判断我们跟一个人到底适不适合？我们的合拍指数有多少呢？是不是很希望有个系统把自己 key 进去，再把它 key 进去，他就会告诉我，哦，你们的成功几率是几%？对，然后再判断要不要跟他交往，就不会浪费人生了，对不对？是，就希望有这种 AI 系统赶快出来，好不好？但是在那以前，我们可以怎么做呢？如果喜欢我的影片，欢迎订阅我频道，也可以追我的 IG 哦。今天列了很多点要跟大家说，你就照我今天讲的一个一个想。你就不会出错了。第一个是先想清楚你选男友的条件，或者你选女友的条件。你的条件是什么？高富帅。对，这是可以的，因为你列出来，那你就往这个方向去。你不要心里面想着这样的条件，然后你去找穷丑矮。完了，还不是，然后你再一直嫌弃他，说你怎么都不怎样，为什么你都帮我付钱？你就会吵个不完，你的恋情绝对不会愉快，因为他离你心中想的高富帅太远了。所以请女生、男生都一样，你想要怎样的男友、女友，合理一点的啦，不然你会找不到。列出来你的条件是什么，然后去找那样的人，这样子才会找到适合的对象。我曾经有个男生朋友跟我说，我不懂为什么那么多女生，明明就心里面想要什么都不去找这样的人当男友。他说，你看我们去买个手机好了，我们是不是会想，我那个萤幕要多大的？我要在多少预算以内的？我要有什么什么什么功能的？我们都会列出那些规格。我们去买电脑的时候也会这样，然后才会去买。为什么你交男朋友都不这样哈？对，为什么都莫名其妙的乱交男朋友，然后再来嫌弃他哪里不好，哪里不好，哪里不好？那你为什么不一开始就选呢？但就感觉来了呗。恋爱嘛，所以做不到我也没办法咯，救不了你。列出你的所有条件，不管是对外在的、对物质的、对经济条件的，你认为他要有怎样的个性的？你希望他是体贴的，还是有幽默感的，还是很有时间陪你的，都可以。你对他的需求是什么？列出来，就跟你要去买手机、买电脑一样，好不好？拜托。好，第二点，清楚自己谈恋爱的目的。你谈恋爱的目的是什么？开心就好，还是想结婚？还是你就是想约会玩玩、搞暧昧而已？那如果中间突然变了怎么办？变了也可以，那你可以看，那这样你们还适不适合？因为例如你本来想结婚，然后他也想结婚，你们往这个方向去，结果你后来发现他不适合结婚，然后你不想跟他结婚了，可是他开始在逼婚了，或者继续往结婚的方向去，那表示你们那个 moment 开始，你们变得不适合了，因为你们的目的地不同了嘛。那你就知道我应该换别的男友，转弯了，应该转车了。对，因为你们的目的地不同，你们不适合搭同一辆车了，要人下车，对吧？或者是你觉得开心就好，我也不是在玩，可是我觉得恋爱就是要开心，没有一定要结婚，我目前没有想这些事，那你就要判断这个男友或女友有没有让你开心。如果你的这个目的达不到，他总是让你很担心，那他就不适合你啊，因为你的开心的目的完全没达到，你谈恋爱干嘛？你谈恋爱目的是什么？可不可以绕着这个核心价值去走？或者是有些人是很想要有人陪，我就是想要有个人陪我，去哪里都有人跟我一起，我不要都一个人，那你就不要去交那种没时间陪你的。他自己社交生活很活跃，他不想随时带着你的，那他就不适合你嘛，因为你的目的是找人陪嘛。对，那是这样，有没有很清楚？有，对，就是这样。我举个例子曾经有男生追我，他说他很喜欢我的原因是因为他跟我相处起来，约会了几次之后，发现我是一个很独立的女生，然后他是一个疯狂出差的男生，所以他说他需要一个就算常常不在台湾，可是这个女生也不会很没安全感，一直抱怨都没有时间陪他的那种女友。然后有时候出差的时候，如果带上我，他白天去谈公事开会的时候丢我一个人，我也能自己去逛街吃东西，不会觉得一个人就没办法出门的人。然后晚上再回来约个会吃个晚餐，他就觉得这是一个很完美的搭配。你看这样的男生是不是有在想我需要怎样的女友？因为他的工作形态飞来飞去。然后这个女生如果是那种很黏啊、很没有安全感啊、不确定你在哪里要一直夺命追魂扣的女生，会适合他吗？不是。你交了这种一定搞死你自己，你班都不用上了，你整天一直跟他报备说，宝贝，我现在其实还要拍给你看，还有什么？你疯了！你如果出差带上他，你去开个会，他说你为什么带我出来？你都不理我，你整天都开会就好，那你为什么要带我？吵个没完，那不是累死，对不对？所以他就说，他发现我这种人适合他。那你看，男生有在思考怎样的女生适合自己？那女生，你为什么不去思考怎样的男友适合你？要有目标导向在做事，好不好？不要一下就被冲昏头了。男生感觉找女友跟上班找工作一样，其实跟找工作差不多，因为工作跟我们的伴侣嘛，这两件事情就是影响我们人生最重要的事情。那你就是要把这两件事情顾好，基本上好像比较没有那么多问题。那为什么不用这种挑老板、挑企业的心态去挑伴侣呢？第三点，恋爱中的开销，你认为是要怎么分摊，还是你认为都是应该对方要付？这个是你心中的价值观，你可以先想好。那要不要送礼？你是喜欢3节有人送礼的人吗？你是喜欢很有惊喜的人吗？还是你觉得不要从简就好？你们要不要吃餐厅？多久吃一次？应该谁付钱？你们要不要出国玩？
啊，多久出去一次？啊，谁付钱？这些你心中有没有想法？想清楚，去找适合的人，不要去找一个觉得出国玩很无聊，然后你又一直抱怨他不带你出国玩的人。然后你很喜欢吃餐厅，你就不要去找那种说吃餐厅很浪费的人。你很希望有人送礼，你就不要去找那种跟木头一样，他就是觉得这送礼很无聊的人。好，或者你就是希望应该男友来付钱，你就不要去找那种认为 AA 制比较合理的人。这都没有对或错，就是去找跟你价值观比较符合的人，不要找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人，在不断的抱怨他，想要改变他，或者委屈自己，然后回家之后就觉得怎样都很生气，不要搞死自己，好不好？我看过一个朋友，他就是喜欢会付钱的男生，所以他每次都在初次约会或第二次约会的时候，会故意跟他一起去逛街。就吃完饭可能就说，那我想去逛个街，或就算去夜市，他也会顺便买个一些衣服啊、什么鞋子什么的，然后看男生有没有付钱。然后如果这个男生没有付钱，让他自己付掉了，那他就会确定他不适合当我男朋友。那你会不会觉得这样很现实、很功利？可能多数人会说会，这种女生很讨厌或什么。但是我觉得她很聪明，为什么？因为她就是在选她要的那种伴侣啊。她就是在过滤啊，我就是要这样啊，那我干嘛要去跟不愿意这样的人在一起，然后整天跟他吵架，或者是不断的逼迫他？那大部分恋爱谈得不顺利的人都是不知道自己要什么，或者是知道了自己要什么，又不去找适合的人来配，然后就会变得很痛苦。我觉得这种女生比那种明明就想要这些，然后又要假装没关系，然后整天生闷气，然后一直抱怨，然后又一直跟男友说你怎么不像那个谁谁谁的男友一样的女生合理的多。所以如果不要变成这样的女生，那你要不要一开始就想清楚自己要什么？第4点，写出你不能容忍的底线。例如他跟他的朋友可能不能讲什么，不能泄露你的隐私到什么程度，或者是不能牺牲你的时间跟朋友在那边打电动什么，要不要写出来？男友女友这种伴侣之间，你有没有什么地雷是你不能接受的？例如说谎、跟前女友联络，或者是什么为了你妈妈骂我之类的，或者是你们平常日常相处，你是不是很需要有人跟你报备的一个人？你需要他去哪里都应该先跟你讲，或者是要约什么时间应该先确定没有影响到你们，而不是怎么周末都被朋友排满了，然后才说。可是我们都约好了，那为什么都不先问你？对呀，这就是情侣永远都在吵这种小事，然后为什么都不事先想清楚？这就是我不能接受的事，你没有把我摆在第一之类的。你花太多时间给哥们，或者有些男生会觉得你跟你那些闺蜜太多时间了，都在八卦，或一直追剧都不出门，诸如此类，写出来。你有没有最讨厌跟最不能忍受的事，或者你很喜欢什么事，你不想被管的事？那写出来是要给他知道吗？还是写出来你就很清楚自己要什么？在恋爱的时候，或刚开始在约会的时候，去聊这些话题，或观察他会不会不能接受。例如，你充分想要的自由，却是他的大地雷。例如你最讨厌就是男友一直打电动，周末不出门，结果你发现他就是一定要打电动，周末一定要有一天不出门，那你们就要 match 看看，这样你们适合吗？这样懂意思？你列出你的，他列出他的。冰冰速配几率只有15%，很低嘛，低了不要玩了嘛，是不是这个意思？或是叮叮95%，因为你们需求跟这种地雷啊底线，基本上差不多，你们这样几率是不是会比较高？对啊，你找那个8%的，然后在那边互相伤害干什么嘞？懂吗？所以列出这些就是先了解自己，然后你也可以请他列，或者是你在暧昧啊、聊天啊、交往的过程中问他嘛，那你都打多久的电动？我问你你对不能接受女友什么事？这就是你们聊天的话题，去判断，那他这样的话适合我吗？会不会他最爱的事就是你的地雷呢？会不会你的底线就是他的日常呢？每天都在屏爆。对啊，你不吵也太难了吧？或者是你要不要看手机？你是不是那种一定要看手机的人？那他是不是那种死都不可以给别人看手机，觉得侵犯我隐私的人？一开始就要聊了嘛，一开始就要知道了嘛。对，这个人适不适合我？我能不能得到我要的自由？他会不会一直踩我的地雷？然后再好好的交往嘛，不要交往之后就每天被爆，气都气死了。结论请先了解自己的条件，再去判断对方有没有这些条件，就可以知道你们速不速配啦。不要在疯狂的折磨了3年之后才发现我们不适合，你早就可以知道不适合啊，干嘛浪费时间啊？恋爱时到底要想什么？想这些事哦。如果喜欢我的影片，欢迎订阅我频道，也可以追我的IG哦。